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富山海首发片花，诚意热血穿书，闯荡侠义江湖。凌晨3点的横店片场，钢丝绳摩擦皮肉的声音混着鼓风机轰鸣。威亚师傅第3次检查保险扣时，发现诚意的戏服下摆渗出血迹。这位刚拍完《血战》换花溪戏份的演员，已经在高空连续翻转了12个小时。富山海首支片花引爆全网时，观众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白衣剑客踏月而来，竹海里的剑锋割破雨幕，血色残阳中回眸的眼神淬着寒冰。没人想到，那些被夸电影极致感的动作场面，是演员用淤青和血痕换来的武侠尊严。诚意分饰3角的设定早被剧透，但真正目睹正片仍令人脊背发麻。现代摄续佝偻着刷手机的模样，与武侠世界里执剑少年的凌厉形成极致撕裂。当镜头扫过他握剑时抽搐的小拇指，原著粉突然读懂了这个细节，那是萧秋水被灭门夜震碎经脉的隐喻。穿书武侠的新鲜设定，正在重塑观众对江湖的想象。萧明明用 KPI 思维解构武林规矩，把甲方需求挂在嘴边的桥段，让弹幕炸出满屏是令我。当换花剑派满门被屠的血溅上屏幕，那些玩梗的年轻人突然集体晋升。原来热血从未冷却，只是等待被点燃的引信。古力娜扎的转型更让人瞳孔地震。昔日的木头美人在泥地里翻滚，素颜拍完7分钟长镜头打戏。她饰演的凌雪反手割断反派喉咙时，飞溅的血珠在月光下划出的弧线。被武术指导盛赞20年未见的女侠风骨。老戏骨们的回归则像一剂强心针。张智霖饰演的艳狂徒，癫狂大笑时眼里却噙着泪，把全力帮主演成活修罗。吕颂贤时隔30年再使独孤九剑，其手势刚出。80后观众已集体泪崩，这哪是演戏，分明是武侠片的 DNA 在重组。但争议声始终如影随形。当萧秋水用系统任务解释江湖使命时，老派武侠迷拍桌怒斥毁经典。可更多年轻观众沉迷于现实与武侠双线叙事，在萧明明深夜改稿的镜头里，看见自己996生活的倒影。制作团队的大胆革新同样引发2极分化。斥资3000万搭建的听雪楼，榫卯结构精确到营造法式记载的瓦当纹样，但用虚拟拍摄技术实现的办公室秒变客栈转场，又让考据党痛心疾首。武侠不需要赛博朋克。最尖锐的讨论聚焦在侠义内核。有人盛赞萧秋水组建神州结义的段落，称其拍出了 Z 世代的反内卷宣言。也有人嘲讽主角靠系统外挂升级的设定，质问没有10年磨一剑的修行，还算什么武侠？不可否认的是，刀剑碰撞的声音正在唤醒市场。富山海放出诚意雨中独占36人的未剪辑长镜头，那些曾吐槽武侠已死的博主集体沉默。观众突然意识到，不是我们不爱江湖了，而是太久没见到敢玩命的演员和较真的剧组了。服化道的考究程度堪称变态。萧秋水的白衣用了6种沙料混织，为还原剑气激荡时衣袂的制空感。反派李晨舟的玄铁重剑重达17斤，道具组为此定制碳纤维内心。这些藏在镜头外的疯魔，或许才是武侠剧该有的敬畏心。演技派的集体爆发更添戏剧张力。丁永岱饰演的掌门人，面对灭门惨案时3秒切换3种情绪，从震怒到悲怆再到决绝。他颤抖着将天下英雄令塞给萧秋水时，原著里那句江湖托付给你了，突然有了1000斤重量。穿越设定的副作用同样明显。萧明明用手机录音功能偷学武功秘籍时，违和感劝退部分观众。但更多人为现代思维解构江湖规则的巧思鼓掌。谁说武侠不能是社畜的精神避难所？
这场关于武侠复兴的论战愈演愈烈，学者们搬出金庸、古龙著作对比，论证系统设定是否消解侠义精神。片场花絮里，程毅边冰敷膝盖边读刑法学讲义的画面，却意外出圈。或许新一代江湖本就需要更复杂的生存法则。观众用脚投票的数据最具说服力，预约量破200万，打戏片段播放量48小时破亿，程毅红衣执剑镜头引发二创风暴。这些数字背后站着无数个在现实与武侠之间反复横跳的当代人，他们既渴望李相夷的洒脱，又不得不在萧明明的世界里苟且。血河派密室的齿轮开始转动，当萧秋水吞下无极仙丹的经脉爆起特效炸满屏幕，我们终于看清傅山海的野心。他要做的不是复刻经典，而是在武侠废墟上重建信仰。至于这场豪赌能否赢回江湖，或许该问每个屏幕前是否还住着少年的人。